夫人，这是公子季的衣裳，午后有人捡到了，刚刚送过来的。我知道了。亏得魁姑救下了公子，不然恐怕受害最大的不是公子荡，而是咱们公子季呀。什么意思？夫人，您看看这件衣裳，再闻一闻。我从小在山里长大，知道这疯子最爱追逐3种人：醉酒的人、穿鲜艳衣裳的人和身上有香气的人。公子荡占了头1种，咱们公子占了后2种。你们闻到了吗？从公子一进屋啊，我就使劲耸鼻子，这甜香真是让人直流口水。哎呀，你快去追继儿吧。我明白了，你去吧。是。姑姑，都是月儿不好。当然，你就提醒过我，我却没有在意。是月儿错，是月儿害了你。姑姑。珊瑚，在。扶往后出去。是。往后，往后。我自作自受，自取其祸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王后，当然是在替我受罪，是我该死啊！王后，王后，是我要害人，是我要害别人的孩儿。生死比生命值得看得清楚，让我痛，让我千刀万剐，让我去死吧，让我去死吧！王后，王后，这药也不知管不管用，魁姑看起来更不好了。大王已经出了万金悬赏，怎么还没有人献上主意啊？都说这世上最毒的是蝎子、蜈蚣、蛇、蜘蛛、蟾蜍，杀人蜂怎么会这么厉害？你们是以前没见过杀人蜂，在我们山里头，听到杀人蜂，谁不躲得远远的呀？我跟你们说起这些毒物，杀人蜂就算不能排在毒蛇的前面，至少也不会排在蜘蛛的后面。在我们楚国有一种烛龙蛛，它有蜘蛛一样的脑袋和蛇一样细长的身子，被它咬一口要病半个月呢。这都不算什么，我们那会儿住的大山里边有一种蜘蛛网，它可以长到小孩子的拳头大小，织的网都可以捆住一只小鸟。就它这么厉害，和杀人蜂交战也仅仅打个平手。
吹牛吧？我与我死去的爹娘发誓，是我亲眼看到的。好，我说给你们听，我记得清清楚楚。那是在我进宫的前1年。我在山上放牛，身边不远处的树丛中有一只蜘蛛王正织网。到了正午时辰，一只拇指大的杀人蜂飞了过来，一头就撞进了蜘蛛王的网里。那蜘蛛王定是饿极了，立刻向杀人蜂爬了过去。当他爬到杀人蜂身边，张口刚要咬，却被杀人蜂狠狠刺了一针。那蜘蛛王顿时就蔫了，顺着游丝就掉了下去。可过了没一会儿，那蜘蛛王又爬上来了，他们又打了起来。哎，那后来呢？这第2个回合和第1个回合差不多，杀人蜂被蜘蛛咬了一口，但是杀人蜂把毒刺扎进了蜘蛛的肚子里，那蜘蛛一松口，立刻就倒在草丛里了。这么说，那杀人蜂的确厉害啊。那最后谁赢了？我也不知道，他们在那儿打来打去的，我看得不耐烦就走了。木心，夫人，你刚才说的话可当真？若有一字不实，木心甘愿受罚。那你可知道，蜘蛛掉进了草丛里，那是什么草？这山里的花草没有我不认识的。快告诉我。那草叫七叶一枝花，在我们那儿也有人叫它登台七的。七叶一枝花，好耳熟。那草在我们楚国叫金线重楼，它的根部是药材，我们都叫它早修，药性偏凉，清热解毒，消肿止痛。在楚国，有人用它医治跌打摔伤。那或许，它也能医治蛇虫咬伤。有可能，但秦宫里并没有这东西。若要奴婢去找，得进山。但公子荡和魁姑他们的性命，也就是在这几个时辰里了。我去找大王讨要出宫令，姑姑带人连夜飞马出宫。好，好，这里的远近山路我都熟悉，我跟姑姑一起去吧。快去快回。哎，太医令，臣在。公子怎么样？公子只怕不好，请王后还是早些做好准备。胡说！你胡说！我儿子还没当上太子，他将来还要做大王。你给我想办法，快想办法！女医治呢？女医治呢？昨日半夜，女医治被米八子叫走了，到现在还没回来。去哪儿了？说是被米八子派出宫了。不管他在哪儿，都得给我找回来。是。大王，求大王给臣妾做主啊！当儿怎么了？太医令说，当儿不行了。当儿若走了，臣妾岂能苟活于世？当儿是寡人的儿子，我嬴氏的血统比别人顽强，绝不会轻易放弃。王后爱子心切，此刻不该乱了分寸。拜见大王。那草药可采到了吗？是，因为公子荡病症危急，需要马上内服外敷。此刻女医治正在捣药，片刻便可以给公子荡服用和疗伤。好，太好了！若能救治好公子荡，寡人重重赏赐你们。谢大王。快请太医。是。这下好了，荡儿或许有救了。是真的吗？昨夜芈月偶然发现了一种草药，对荡儿的病症或许有奇效，所以女医治连夜出城进山采摘，此刻药已采回。
有多大的把握？照理说，药草进宫都该有人试用，但是公子的性命危在旦夕，我们也只能险中求胜。微臣已经让人榨出七叶一枝花根部的仙汁，每个时辰灌公子1碗，再将仙根捣烂敷在伤处。若到傍晚，公子的病情没有恶化，便是有救了。当儿，当儿，听到母后跟你说话了吗？只要你活过来，母后什么都答应你。只要你好好的活着，不管你要什么，母后都绝不说一个不字。母后情愿拿自己的性命换你一命。你听到母后说话了吗？上天诸神，大司命、少司命，求求你们，让当儿渡过这个难关。只要诸神不嫌弃，小女子秘书愿意以血以肉以性命祭祀诸神。求求你们，让当儿活过来吧！求求你们让当儿活过来吧！求求你们让当儿醒过来吧！公子，皇后，公子醒了。当儿，母后在这儿，母后在这儿。姑姑，你要多吃一点，吃饱了有力气，伤才能好得快。这斤米粥可香了，是八子亲手用精米、肉糜和鸡蛋熬成的。婆婆吃吧，继儿看着婆婆吃。婆婆吃不下。吃肉肉长肉肉，不吃肉肉精瘦瘦。婆婆看，继儿身上有很多肉，婆婆自己却是精瘦瘦。好，婆婆再吃一口。继儿也该吃饭了，跟姑姑去吃饭吧。姑姑这一倒下，辛苦月儿了。姑姑一直把月儿当亲生骨肉般对待，如今为了继儿受了伤，却跟我说这么见外的话。人的寿命都是有定数的，
姑原打算不用活这么久，不知为什么，上天竟不肯收我走。姑姑稍微退近，所以在说胡话。月儿和继儿都舍不得姑姑，还有蓉儿，还有小冉。姑姑怎么舍得走呢？原先姑姑觉得你们长大了，继儿又有出息，姑姑可以闭眼了。可眼下突然出了这件事儿，姑姑的心一下就提到了嗓子眼儿。都怪月儿糊涂，这不能怪你，是他动了害你和继儿的心思，便日日在这上面做文章，你怎么躲也躲不开。大王，请用茶。那杀人疯之事，查得如何？老奴叫人细细查过了。公子荡遭遇疯子，实属偶然。米酒是公子通拿去的，但是公子荡强从公子通手中抢去，并且不听劝阻，酣畅通饮，结果酩酊大醉。倒是什么？倒是王后、公子季和八子他们从少司命神祠祈福后路遇杀人疯，这确有可疑之处。哦，从神祠到交房殿有一条最近的路径，但那日偏巧路被水淹，所以王后、公子季和八子不得不走了有杀人疯的那条路。可查出原因了吗？是几个在园子里干活计的内侍，他们把路断了。那条路是新修的，暗渠经常漏水，所以没有头绪。这么说，那些杀人疯，也许真是被我们自己养的疯子引到园子里的。拜见八子。我要见王后。王后正在歇息。我要见她。王后这几日水米未进，心力交瘁，不能见人。见不见由不得你，你只管去通报。八子，奴婢得罪了。您不能进去，走开！您不能进去，不能进，不能！王后，请八子进来。是。八子，请。这是王后做的好事。告诉我实话，是不是你做的？若不是你做的，那就是你身边人，珍珠、珊瑚，还是谁？是我。果然是你。我的姐姐，继儿的母后。我也曾想过是你做的，但是我不明白，为什么是你？
我对不住你，对不住继儿，但我不得不做。你疯了！我们是姐妹，同气连枝。对，我们是姐妹，是同气连枝，但你别忘了，我们还同是一夫。我从未与你争过宠，还用争吗？除了你，大王眼中还有谁人？除了你的儿子，大王眼中还有哪个公子？公子当是嫡公子，大王早就明言要立他为储君。那是何年何月的事了，你不会不知道。眼下前朝为立长立贤，早就飞升一片。那是指公子华，也可能是你的继儿。就算如此，那也不是继儿的错。大儿争不过你的继儿，我只是帮他一把。这秦国只能有一个太子，一个大王。大儿、继儿、公子华，当中只能有一人胜出。所以就要以命相搏。大秦建国数百年，父子相背、兄弟相残的事还少吗？可你我不同，继儿和大儿也应当不同。有何不同？不过是宰割他人，或是任他人宰割。就是因为储君之位，断送了你我两人这么多年的情分。在这宫中，哪有什么情分可言？自嫁到秦国，我视为王后，哪一日不是在与人明争暗斗？哪一日不是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？大王是我的夫君，一生恭敬，我便见不得天日，弃如敝履。我身边只有一个当儿，我靠不得母国，靠不得夫君，唯一的盼头就是当儿。而你的继儿，却让我连这个念头都荡然无存。宫中生路太窄，万事我都可容忍，但容不下你的孩儿挡在我的孩儿前头。眼下是你救了大儿，我信。你若想去大王那儿出手，我全无怨言。但只要为了大儿，我不再续这条心。你我白白姐妹一场，我曾以为我此生都是欠你的。就算我芈月与任何人相争，都从未想过要与你相争。我的继儿对储君之位更是不屑一顾。相争二字本是伤人利器，与外人相争一荣俱荣，与自己人相争一损俱损。后宫艰难，只可相濡以沫，何苦要骨肉相残？八字无需多言，但凡嘴上挂着相濡以沫的，哪一个不是大难当头，自顾自？罢了，你去大王那儿出手我吧，我自作自受，罪有应得。但此事不能牵扯到大儿，若因此事牵扯到大儿，大王追究下来，单凭这衣裳不足为证。这衣裳是我赐给继儿的，我是母后，赐给公子衣裳名正言顺。
我芈姝抵死，也不会轻易承认与杀人疯子有关。我已经没了姐姐，不想再让当儿没了娘亲。你救了公子当，还要救王后。我救不了谁，也不想救谁。我可怜她，不想与她一样。月儿啊，可我担心。姑姑担心什么？你对芈姝的恩情，她无以为报。我不需要她回报，我只盼着她能够幡然悔悟。不对，你可知大恩积大仇？我做不到，我真的做不到。月儿，你会为你今日的善良而后悔的。月儿。杜将军，这次你亲自把芈月押送进咸阳城，会后定有重赏吧？会后待下人一向慷慨啊！当日我将芈月押至燕国做质子，回到咸阳以后就赐我个郡位，银印清寿，制比2000担。这次嘛，少不了又是个郎中令的爵位，了不起啊！姐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哎，魏将军啊，你将才难得，若有投靠王后之心，在下愿意帮你引荐的。有劳杜将军了。不敢当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在下也是托你们大王的福气，才能有着荣华富贵。义渠君，他先一步进城，安排鱼儿如何养功，说在宫门口会合。什么？昨日公子壮离开了他的住处，不知所踪。他手下的人说，他收到了一封书信，然后就出门了。谁送的书信？公子壮是未来的秦国大王，出门怎么会没个跟随伺候？会后，甘相来了。会后，免礼。甘相，我刚刚听说魏夫人和武王后已经答应与我们联手，并说他们有一份大礼要送我。甘相看此事，此事来得突兀。那武王后没有几日就要临产，他们一直想借婴儿一步登位，怎么骤然改变了主意？会不会是他们听说芈月在我手里，公子壮登基已成定局，顺水推舟？
也有道理。会后擒住了芈月，魏夫人和武王后主动归附，这算得上是双喜临门呐。那个义渠君此刻在何处？啊，在大殿外等候。宣他进殿。啊，慢！会后，想那戎狄野人哪懂一点礼仪规矩，必须调些禁军进殿，以防万一。宣义渠君进殿，觐见会后。不必多礼。这位是我大秦的干相。义渠君，本王孤陋寡闻啊，只知道大秦的国相是出离子，原来还有位什么干相。久仰义渠君大名，今日一见，果然英雄好汉。本王也久仰会后大名，今日一见，却有些意外。此话怎讲？会后与那芈月本是同胞姐妹，长得也是慈眉善目的，怎么感觉会如此不同啊？那芈月与我是同父异母，从小无人管教，所以与我大相径庭。哦，果然是相由心生，命由己造。义渠君说得好，我已为义渠君准备好了粮食，还有金和绢。就由义渠君带人去王库直接提取。只是这芈月，放心，会后坦诚相待，我义渠当然要言而有信。来人，把人犯带上来。这芈月乃我大秦朝廷重犯，却身无镣铐束缚。你们义渠人对待人犯，是不是太过优渥了？那要看他身价如何。如今的芈月，那可是价值连城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芈月妹妹，多日不见，别来无恙。多谢会后惦记。你终于回来了，这一日我苦等良久。我也曾揣测过再次与你见面的场面，没想到会是眼下这般情景。让姐姐好好看看。自打6岁，在父王的大殿与你相识，转眼快30年了。物是人非啊！你说的对，我有今日，无论好坏，都拜你所赐。怪只怪老天，让你我相生相克。既然姐妹一场，此时你若心生悔意，跪倒在我脚下向我告罪，我虽饶不了你的性命，但可以给你一个体面的死法。你就算杀了我，你仍然掌控不了大秦的天下。你别拿先王的遗诏吓人，我已调查许久，若真有那遗诏，早就出头露面，有迹可循。我也曾想过，或许遗诏在你那儿，那就更好了。只要你死了，那遗诏就会跟着你灰飞烟灭，销声匿迹。
你的如意算盘打得太好了。咸阳城在我手上，所有的王军和禁军也受我治辖。魏夫人和武王后也将归顺于我。只要公子壮顺利登基，其他的人只能顺应大势。你不要以为你那个弟弟魏冉会来救你。我即刻下令发兵围剿，过不了多久，他们就会去黄泉路上与你作伴。你做不到。能否做到？反正你是看不到。你输。可怜你愚钝如此，你本非歹毒之人，却为了点滴私欲，弃明投暗，偏偏一条路越走越黑。你害了你的孩儿嬴荡，更害了大秦。先王若是地下有知，如何饶得了你？好个芈月，不见棺材不落泪。珍珠，张嘴。是。你干什么？放肆！义渠君，会后你不要忘了，芈月眼下还是我的人。你想要的我全都给了你。这芈月是我大秦的囚犯，带着你的人，全都给我滚出宣誓殿！大秦乃礼仪之邦，会后是你请我来的，就不该轻易下逐客令吗？啊！你还想做什么？把这些一群野人给我撵出殿去！不这是逼着老子翻脸了是吧？在下早就想领教义渠君的身手了，请来。会后，会后。武王后和魏夫人给会后送的大礼到了。他们送的什么？让微臣替会后看看。有劳了。衣物？谁的衣物？是公子壮的。冯家，昨日是谁给公子壮送信的？正是小的。他们把公子壮弄到哪儿去了？小的只是奉武王后之命行事，公子壮出宫之后的事，小的一概不知。好你个冯家，我待你不薄，提升你为患者令，你居然忘恩负义，卖主求荣。会后此言差矣，小的的主子早已是武王后，小的对武王后始终不二。大监冯甲恭迎武王后魏夫人进殿。犯上作乱的东西，也敢走进宣誓殿！快把这几个贼子拿下！谁敢动？武王后怀的可是大秦的储君，有2个脑袋的，过来试试。义渠君，会后答应给你的东西，我们一样不少都给你，再加万金。你把芈月交给我们如何？那你先把你的万金抬上大殿再说。我们武王后拥有大秦天下，哪在乎这点金银？快来人呐，把芈月用链子锁起来，关进囚笼。放肆！芈月是会后想要的人，岂容你们染指？小人呐，你不看看老子的剑，答不答应？至于会后，武王后马上就要生下武王的子嗣，你也该交权了。只要我还活着，你想都不要想。会后，
没法子。会后，再过几日，这宣誓殿就有新王了。哎呦！我殿下，魏夫人，还等什么？即刻将人抓起这些妖言惑众、企图篡位之徒！甘相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新王即将登基，武王后对每一位老臣都寄予厚望。你们把会后请回交皇殿。这宣誓殿也让他做得太久了。会后乃先王遗孀，你们休得无礼！谁敢再往前一步，格杀勿论！胡卫在，咱们也该动手了。好啊！先将这个阉人给我拿下，他敢冲撞贵人，拔了他的舌头，再关到囚笼里去示众。是。王后，魏夫人，住手！打狗还得看主人呢。哦，这狗还有主人呢。好啊，我倒要看看谁是它的主人。站出来，我连它主人一起打。嘿嘿，怪不得王后，魏夫人。好，王后，你区区仗义直言，我定会有所回报。不必了。楚离子，进来吧。楚离子，司马将军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臣奉先惠文王遗诏，迎新君继位。哪来的遗诏？哪来的遗诏？武王后身怀大秦未来的储君，就算是先惠文王有什么遗诏，你们也应该跟武王后知会一声。魏夫人不说我还忘了，武王后身子沉重，十分辛苦。只可惜，储君在哪里？难道你们还要继续耍这骗人的把戏吗？你说什么？我说什么？我说什么？你们应当心里明白。不会，你居然是贾韵！好了，你们这些人都给老子闭嘴！王后，糜夫人，请吧。王儿迎继，凯悌君子，仁爱宽厚，深明大义，特传位于公子迎继。恭迎新王上殿！恭迎新王上殿！背着我捣鬼！你们疯了啊！拥戴这么一个黄口小儿，他非嫡非贤非长，为什么？奏魏后，武王后、魏夫人回宫。是。
睁眼看看他，他凭什么为王？我是帝后，非我认可，没有人有资格登基做大秦的君王。我等受先惠文王遗诏，拥戴公子季继位为王。甘相，你呢？说话呀！会后，大势已去，你还是回交房殿吧。好。请吧。我是说，今日是第一次上朝，心里好沉重。诸卿免礼。今日议立何事？臣处理急有奏。准。先武王当在洛阳并天，子贡已经运回咸阳，因朝廷内乱，迟迟未曾落葬。既然武王当的灵柩已经回到咸阳，当葬入王陵。是。会后所言极是。甘相，你说什么？微臣说会后英明。芈月糊涂了。甘相先前一直尊芈姝为惠后，何以又尊我为惠后？芈姝失德，当废尊位。如今大王正位，当尊您为正位，为母后，复先王氏为惠文后。芈月最恨人云亦云。既然惠后之称已被占用，那芈月懒得去争抢，还是免了吧。我们做臣子的，总得给大王之母后一个尊位。尊不尊在心里，不在嘴上。臣以为，芈姝以惠文后身份行令数年，未免混淆，当为芈夫人另拟一尊号。臣赞同雍大人之言。臣也赞同。这雍大夫之言的确有道理，臣也赞同。既如此，不知诸卿拟何尊号？
武王以君王之尊而效匹夫之举，因之殒命，令得秦国大乱。此乃芈姝教子无方，有失母德。想当年周武王英年而逝，一下成王年幼，幸得母后王姜辅佐，匡正王道，从而成就周氏江山数百年，至今不灭。周氏三母称太任、太姒、太姜，臣以为当以太字为尊号，称太后。太者大也，也作太字，而以为形容未尽之意。故以太字为最尊，王之楚为太子，王之母当为太后。臣以为芈姝有失母德，太后当尽母职，代王摄政以匡正王道，行古人未行之新政。故建议自今日起，王之母当不负前王谥号，另行单独称为太后，不知可否？臣以为魏冉将军、雍瑞大夫所言甚是。初离子以为如何？臣但遵王意。既如此，自今日起就尊圣母为太后。寡人年纪尚小，为了大秦王业，当由母后临朝称制，代掌朝政。臣拜见太后，愿效忠太后，凡有所命，誓死相随。臣拜见太后，愿效忠太后，凡有所命，誓死相随。芈月愿与众卿携手，兴我大秦王业。兴我大秦王业，兴我大秦王业。公元前306年，在魏冉和初里吉等人的支持下，秦昭王嬴稷登基。因其年幼，其母芈月听政。自此开端，中国历史上有了第一个太后。芈月开始了长达41年的执政生涯，史称宣太后。如今那公子既已经登基了，我们忙活了这么久，全是在为他人做嫁衣裳。我们的运气算好的了，不知这芈月是一时顾及不上，还是有别的顾忌，竟然没有即刻追究我们给他下蛊的罪责。按理说，芈月和我们结怨极深，就算不即刻拿走我们的人头，也应该把我们打到掖庭冷宫去。谁料却把你我放在这披香殿，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打算。他那是欲投鼠而忌器，不得已而为之，这是为了收服人心。只要华哥哥和诸公子们继续拥兵自重，我想芈月就不会即刻动咱们。看来我们的指望都在华儿身上了。夫人，武王后，她来了。谁来了？会后芈姝。她来干什么？会后来了。会后可是宫里的老人了，莫非连规矩都不懂了？到我这儿横冲直撞的，也不事先通报一声。真是一场大梦。先前武王后怀胎10月，信誓旦旦说是荡儿的骨肉，原来只是儿戏。姑母，会后当真还惦记着那孩子呢。真是好笑。那这就是你的孙儿。魏婴，这就是你干的好事。好歹当儿是你的夫君。
会后，大王不在了，我跟姑母总得寻条活路吧。沉云也好，贾云也罢，可你们不能去害公子壮。我们哪里有害公子壮？我们只是派人把他送到华儿那儿去了。若不是你一心想独揽大权，硬要立公子壮为大王，还使尽手段想除掉我华儿，我们也不会出此下策。哼，你们自以为得计，到头来帮了谁？公子华吗？如今登基的是芈月的孩儿公子季，愚不可及。众臣们拥戴公子季登基，那也只是权宜之计。朝政未稳，人心未定，谁能保证就没有翻盘的机会？咸阳城外与朝堂对峙的10几个公子当中，最出色的就是我华儿。过些时日，这咸阳城还不知道是谁的天下。你只有一个公子华，而其他公子呢？别忘了，我才是先王后。先王所有的孩儿都是我的孩儿，宫中哪个公子要登基，那都得我首肯。更何况，这宫外边还有10几个想争夺王位的公子，我说立谁为王，谁就是王。嫡庶有别，即便你养育公子华30多年，也抵不过母后2字。你再托大，也托不过先王。公子季，他可是有先王遗诏的。大不过先王这话不假，可你怎知道那遗诏不是伪造的？芈月伪造遗诏，罪不可赦。从今以后，国之要政，就要拜托初离子和雍大人你等重臣了。微臣不敢。朕坐于宣室殿，如坐针毡，纵目望去，大秦内忧外患，国势崩溃。如今是强敌环伺，百废待兴，而新王弱小，势单力孤。你们看，该作何打算才好？吴王当在位时，关闭四方馆，只用匹夫莽汉，弃用贤良之才。诸公子之乱，又让上君当年所立秦法名存实亡。军队分成无数派系，国家连年外征内战，人丁减少，田园荒废。最大的症结是，有魏、楚、赵、韩、燕等国军队驻在函谷关外，只等瓜分秦国。依微臣看，这诸公子之乱是当务之急。当初诸公子为争王位而相互残杀，如今新王继位，应设法说服他们，以江山社稷为重，臣服新王。函谷关外军情危急，诸国皆通报要向我大秦派出使者，说是入咸阳朝贺，实则心怀恶意，想与我大秦讨价还价。据可靠消息，前不久魏、楚、韩3国就偷偷派人前往雍城，与公子华密谈。有诸国在公子们的后面煽风点火，想让造反的公子们偃旗息鼓，只怕得大费周折。列国本打算让我们秦人一味自相残杀下去，然后不费吹灰之力便可瓜分秦国。但如今新王继位，他们的如意算盘落空，自然是要赤膊上阵。如此看来，这内忧外患彼此息息相关。可眼下秦国的确是千疮百孔，重伤垂危。我不能再让他经受风雨和战争。秦国渴望休养生息，可列国却不肯给我们这样的机会。如此看来，先对付这5国强敌，那便是重中之重。驱散了函谷关外的虎狼，我们便可腾出手来对付内乱。而诸公子身后没有了列国的唆使，这闹事的心性也就会小了许多。月儿，哎呀，你可回来了！
哎，你这模样，好似已经几年都没见到我了。是啊，你在这宣誓殿一待就是一日，我都来了好几趟了，也不见你的影子。宫中事务繁杂，百废待兴，我也是身不由己。哎呦，累了，来来来，坐下说。你们这些秦人呐，无趣的很，有什么事情处理不了啊？放在我们草原呐，谈得妥就一起喝酒，谈不妥上马开战，有什么事情处理不了？哼！万事都这样简单利落就好了。好累。今日那些伺候米叔的内侍禀报说，米叔突然兴起，跑去披香殿了。他大概还惦记着武王后的假肚子，给他争王位呢。要是知道了真相，他大概把武王后和魏夫人都恨苦了。这做梦做醒了，总会有点心痛。你们先前这个秦王啊，也算个好汉，但眼光不行，养了那么些个恶婆娘。有几个女子做女儿家的时候，不是冰清玉洁的，可到了这后宫，就举化为止。这里看起来花团锦簇，却是最荼毒人心的地方。天寒地冻，膳房特地给惠后熬了些肉羹，望惠后保重身子，辛苦姑姑了。奴婢告退。惠后，既然做了，那就吃点吧。惠后，你看，哼，我以为甘茂弃我而去，看来他还是识时务的。依婢子看，甘茂这人是脚踏两条船，楚离子等人在背后捣鬼。他从未事先对惠后提醒，公子季登基那日，他又临时倒戈，什么东西？臣子们的忠心是要有代价的。当日甘茂以为大势已去，一心想着攀新主子的高枝，只可惜他在芈月那儿是热脸贴人家的冷屁股。回头想来，还是我这条船更为稳妥。如今有了出宫符节，魏延又写了亲笔信给公子华，杜瑾也联系上了公子华，我们可以离开咸阳了。月儿，怎么了？秘书那个恶婆娘，她跑了。秘书跑了？据说这2日她一直闹头疼，把身边伺候她的人全都赶走了。今日侍女给她送晚膳的时候，发现那居室里已经空无一人，她的贴身侍女珍重也跟着一同不见了。是我疏忽了。秘书在后宫经营这么多年，有不少人得过她的好处，不仅是甘心被她驱使，还有期望她曾应许的荣华富贵。她这一跑，只怕在外面又要兴风作浪了。月儿放心，我这就去把那个恶婆娘给你抓回来。晚了，都已经过去几个时辰了，不知道她去了什么地方。更何况，眼下咸阳城中兵力空虚，我已派魏冉去了函谷关，接替原来的守将。剩下的禁军里头，很难知道有多少是真正的自己人。月儿，既然如此，就由我们一群人与秦军共同把守攻进，保你安枕无忧。
是你？干相可是心浮气躁了？您怎么来了？你不知道朝廷正满咸阳在抓你吗？哦，对了，惠后眼下如何？放心，此刻惠后正在雍城公子华的驻地里安然无恙。正是惠后叫我来给干相问安的。公子华与惠后总算联手了。世间没有永久的对手，也没有永久的朋友。公子华需要惠后这个母后助他走上宣誓殿的王位，惠后要靠公子华的实力打回咸阳，彼此各有所需。当然，那个芈八子也不是个容易对付的敌手。今后芈八子这个称呼不能再提了。是啊，如今要叫太后。太后，这个前所未有的称呼，叫得长吗？都将军，此言何意呀？芈月当了太后，重用处理吉雍瑞、司马错等人，冷落干相等一干旧臣，干相不会没有怨怼之心吧？惠后和公子华视干相为肱骨栋梁之臣，此刻惠后和公子华正在雍城等着干相呢。我留在这儿，有留在这儿的好处，眼下还不是走的时候啊。拜见母后。免礼，坐吧。母后已经赐座，我还是不坐了吧？叫你坐你就坐。眼下，我们与咸阳那边的战事陷入了僵局。我找你们来，就是想看看你等有何高见。当日父王杀商鞅而不废新法，而今在朝中支持芈月的那些人，有很多都是在新法实施以后而得以提拔的重臣。新法废除旧的世卿世禄，以军功大小定王族身份之高低。那些没有军功的宗室儿女转眼落魄，对此，甘茂等旧臣和宗室旧族早已耿耿于怀。假如我们宣布在秦国废新法，而恢复旧制，如此可以得到各郡县原来封地爵位被削了的旧族支持，亦可打击在朝中拥立芈月的那些臣子们。兄长，高瞻远瞩。高瞻远瞩。好，那就照王二说的办。当日，我已在自己的封地恢复了旧制，深得旧族人心。若真在全国恢复旧制，倒真是可以享者云集。但这全面恢复旧制，重新分封，是要朝廷颁旨的。我是先王正妻，众公子嫡母。眼下，我们的朝廷就设在这旧势力最强，曾是秦国几百年救国都的雍城行宫。储君就是你公子华。所谓天时地利人和，我们颁旨，名正言顺。芈月等人伪造遗诏，当天下诛。只要旧族当中愿意跟我们走的，立即宣召下去，恢复他们旧日爵禄，世袭代代相传。如此一来，只怕秦国真的要乱一阵子了。乱了好啊，乱了天下，芈月母子就能早日父慈。等我重回咸阳宫，我定以嫡母之位封你为秦王。
多谢母后。下去吧。会后，您当真要助公子华为王？自然当真。你看那没出息的公子壮，这才到公子华身边被调教几日，就一副心甘情愿做应声虫的样子，真是枉我当日想立他为大王，看走了眼。不过，我不光答应了公子华为王，也应允了子雍、子轩、子峰等人。到头来，还得看他们个人的本事。此刻看来，公子华是实心实意愿被会后所驱使。他是想一呼百应，一夜杀进咸阳城呢。不过他的心思，倒也合我的心思。可公子华跳得这么凶，芈月会不会泄愤，按捺不住杀了魏夫人？杀了有何不好？那芈月一直摁住不肯杀魏延，是因为他投鼠忌器。那魏延与魏仪与我深仇夙怨，魏延肯写信给公子华，让他与我联手，还不是想借我之手扶公子华上位？可公子华要一上位，那魏延等人还会对我感恩戴德吗？芈姝逃到雍城，与嬴华联手昭告天下，另立朝廷废除新法，给失了权势的宗室旧族们恢复爵禄，并散布谣言说遗诏有违。这么一来，可有些人要蠢蠢欲动了。苍蝇驱邪，必会有人助纣为虐。但天下有识之士，不会情愿跟他们走的。造反的公子都是先王之后，芈姝又是先王的嫡妻，他们抱团的确是大秦的心腹之患。公子们造反，并非都是情愿。公子华与他们结盟，也并非都是牢不可破。当日武王当猝死，王位空悬，芈姝弄权，有的公子觉得不公，奋起造反。如今王位已定，朝廷不妨给他们指一条更好的路。我已经书信给过去的旧友，请他们进宫做客。照理讲，有一个人今日就该到咸阳了。太后，您看谁来了？臣妾魏氏拜见太后。两位姐姐折煞我了，快请起。谢太后。姐姐们坐。仙儿、慧儿，快去烹茶。是。坐。太后，二位夫人许久未见，当好好叙叙旧。雍瑞就不打扰了，告退。只听说姐姐们答应回来，没想到这般快就到了。与太后几年未见，实在想得很。姐姐这几年住在公子池那边逍遥自在，远离咸阳的是非，能把姐姐请回来，真是不易。池儿虽孝顺，可我在那边整日也是闲暇无事，实在烦闷。正巧太后邀我回宫，恭敬不如从命。两位姐姐待我一贯真诚，能来看我，着实让我高兴。先王过世时，木心被芈姝手下所害，亏得唐夫人冒险救下，请太医疗伤。木心还一直未谢过姐姐呢。唐夫人，小的木心，多谢夫人救命之恩。快快请起。太后，妾身惶恐，妾身也只是看木心是个忠仆，不忍他被奸人所害。好在木心命大，若不如此，
神仙也救活不了他。说起来实在惭愧，对比堂姐姐，我就差了许多。妾身从不敢冒险得罪谁，只能暗地里做些小事，透个消息，行个方便，只盼着若是在我失势落魄时，别人能看在我素日善心待人的份上，不作践我便罢了。魏姐姐何必客气？宫中的明白人不多，魏姐姐却是其中的一个。为人善谋，我将来倚重魏姐姐的地方还有很多呢。当年米叔设计，用几个桃子挑拨诸公子，逼迫他们反出咸阳。如今大局已定，该是诸公子们霸占西滨的时候了。不知对此，魏姐姐有何看法？秦国内乱，民不聊生，池儿早就有按兵肃甲之心，只是不知如何取得朝廷信任。公子池明理，又是出了名的孝子，一贯听从姐姐劝告。若愿意率兵归附朝廷，那大王将特意表彰，以此鬼物犯事，说不定可借此逐渐平息诸公子之乱。谢太后如此瞧得起我，妾身不日即刻返回池儿封地，将太后之意转告池儿，定不负太后之托。魏姐姐，你真是帮了芈月的大忙。另外，唐姐姐，你在宫中的人缘最好，与公子雍的母亲又是表姐妹，不知是否愿意出面劝说公子雍母子归降？既然太后信任，臣妾愿意一试。那就拜托唐姐姐了。先进报。先进报。哎，等一下。先进报。岂有此理！简直是闻所未闻。我大秦宫禁，怎么可以让那些敌戎之人来把守？我大秦臣子又怎么可以让一群人随意搜身？太过分了！我们手头的兵马都调去平乱了，眼下这宫禁守卫之事，实在是捉襟见肘啊！这蒙将军啊，说的甚是。再怎么说啊，也不能让胡人在宫里胡作非为。这一眼望去啊，简直成了狄戎人天下了。甘相此话不妥。义渠在先会文王之时，就是我大秦的一部分了。此刻你张口胡人，闭口狄戎，岂不是要把他们赶出去？紧急军情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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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禀太后，公子华就和公子轩、公子峰和公子少官等8位公子，以奉惠后之命为由，欲进逼咸阳，讨伐大王和太后。函谷关外的各国兵马也与众公子遥降呼应，蠢蠢欲动。有魏冉在，我不用担心函谷关。谋反公子的兵马离咸阳还有多远？公子峰的兵马进展最快，离咸阳大约还有5日的路程。诸位爱卿，你们看该如何应对？照理讲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但眼下咸阳空虚，实在兵力缺乏。是啊，对方人多势众，来势汹汹，我秦军缺兵少粮。哎呀，这猛虎它也挡不住群狼啊！臣以为，既然是群狼来犯，就该先击退领头狼。公子轩在众公子当中，那是出了名的狂妄自大，需要好好教训他一番。虽说眼下咸阳空虚，但不该忘了，我们还有一支精兵猛将尚未动用。义渠勇士一贯是骁勇善战，忠诚于大王和太后，不如请他们上阵，痛击来敌。
义渠勇士曾为国本归正立过大功，近日又协助守卫宫禁，备尝辛苦。俗话说，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义渠勇士的长处在于沙场征战，把守宫禁的确可惜。义渠君，此番你若能战胜强敌，我后方自然无忧。太后放心，义渠人定不辱没使命。白将军，朕派你为义渠先锋，协助义渠军作战。记住，一定要打疼他们。臣白起领旨。那函谷关的各国联军该怎么办？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诸国的兵马，无非是为了利益而来。诸公子身后都有各国的势力，谋反公子能够给他们的，我们也能够给他们。可惜张仪死了，秦国再也没有像张仪那样的辩才无双之人了。那太后的意思是？待我请各国使臣前来咸阳议政。拜见太后。五国使臣已经进宫，既然他们对我秦国各有企图，只怕没有一个是好打发的。如何应对？诸卿可有高见？诸国邦交错综复杂，只能酌情处理，择善而从。那哪位爱卿愿意不辞辛劳，担此重任？与列国使臣交涉，这少一句，哎呀，就是丧权辱国；这多一句，就是惹祸，挑起事端，兵连祸结呀。既然如此，那就由朕亲自出马了。楚离子，臣在。召使臣进殿。敢问太后，先召哪国使臣呢？自然是先易后难了。先召燕国使臣苏秦吧。太后有旨，请燕国使臣。各位，苏某先行一步了。请，苏先生请，苏先生请。燕国使臣苏秦拜见太后。苏相不必多礼，请起。赐座。苏相，请上座。谢太后。